七主主要是这一胎一大半的寓意都已经说了，会有一个女孩。更重要的是，七主背后没有底蕴深厚的家族，那些世家怕是想要七主生下女孩，信他们的姓氏，让他们有了女子好延续下去。苏月瑶张大嘴巴看向他，这真是彻头彻尾的把他当作生育工具了。法规不是要求你们男子嫁人后，女子所生的孩子姓女子姓吗？是这样的，但是如果阿瑶自己愿意，就不算违规了。愿意，你给我快把把脉，你能确定我肚子里孩子是男是女吗？他之前还觉得肚子里有个女孩可以应付朝廷的要求，现在想想想简单了。如果他今年一举得女，还这么小的年纪生下女孩，那些世家是这个想法，那他以后真的就没有安生日子了。七主，我和药老把脉，我们能确定你肚子里会有一胎是女孩，甚至更有可能是双女。苏月瑶看向自己的肚子，这难道就是穿越女的金手指？在所有女子不好有孕的时候，她有孕；在所有女子难生出女子的时候，她一举得俩女。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他直接公开选人，进了他的府邸，全都被关在屋子里去，是不是就会让那些世家短时间不那么疯狂了？环妍希听到后，立马看向苏月瑶肚子，他选的七主好厉害呀，双生女啊，多少年没有出现过了。其他人像是知道一样，眼神都担忧地看向苏月瑶。毕竟陆远义和药老确定的时候都告知了他们，他们当时也震惊好久。最后他们决定七主不问，他们就瞒着。七主只想了生个女孩，有了选择权，事实上生了女孩更让人惦记了。阿瑶别担心，他们有这想法，只要你不同意，没有人敢伤害你的。是啊，七主，崔家以后就是你的靠山。七主，玄家我父母也传话过来，会护着你的。陆家也一样。我没事，就是感觉世事无常的。他们不就是想要让我给他们生孩子吗？送人给我吗？大不了在后院围出来一个院子，人都给锁里面去。后院是我做主，要给谁生，想不想生是我决定的。他们既然不心疼自家的孩子，我还那么善心干什么？直接让人传话去，如今我有了身孕，要安心养胎，想送人进府的，等到我生产完后，苏府会特意选2日，选合适的世君进府。如果这期间打扰我养胎的，所在世家的公子一律不选，让他们都散了。阿瑶这个方法好，最起码我们有3个多月的缓冲。还有，你们都回自己的家族，也让他们传递消息去，就说我喜欢什么什么样的公子，说得越离谱越好。再说了，我肚子里确定了有一个女孩，你们为了顾宠，让自己家族也选。众人听到眼前一亮，如此做的话，外面想把人送进府的，听到这消息都该忙着在族中选人了，关注七主的人就少了。七主，我一会儿就回荀家一趟，荀家那边我会安排人传信息的。好，文人馆你就放出消息去，把这凤都的水都搅浑了。陛下过2个月不是要选秀吗？那些世家还要把一部分人送到宫里让陛下选呢。这样去掉的，听了你们传言的，几乎也不会有我喜欢的。芊芊你找府里的下人，无意把消息传递出去，这样各种谣言满天飞，让那些世家都忙起来，别天天的盯着我的后院。七主，你好聪明啊！我不是聪明，我是被逼的。你们也看到了，天下就这么大，如今人人盯着我，躲着都不一定安生。这样子最起码我们能缓一缓。阿瑶，要是如此，等你生下孩子，那些世家真的送人来，你真的打算要都收吗？咱们府邸最偏的后院在哪里？最西北边上有处院子，之前应该是搭的戏台子，但是因为离主院太远，所以说荒废了。里面如果修缮起来，能住20多人。那里可挨着院子外墙？挨着的。那里修修，那处院墙加高1倍。如果到时候他们真的送人进府，那些公子要求只准带1名下人，全部都给我安排到那处去，而且不准私自出院子。在这一处墙上开一道侧门，每7日可以允许他们出去或者见外人，但是院子里不准进外人。芊芊，你们是世家公子出身，后院蹉跎一个男子，你们不是最在行的吗？如果他们能安分守己，将来我放他们自由；如果一心扑在我的身上，你们自己看着安排吧。众人听到苏月瑶的安排都沉默了，因为他们也大概知道，那些被送进来的公子一旦成为世君，即使将来七主放人，他们几乎也嫁人无望了。
后半生靠着那些嫁妆生活，妻主能做到让他们出门或者见外人已经不错了。成了妻主的弑君，最起码他们不用被充军，被送到其他女子府上受蹉跎。阿瑶，我明白，你先和殿下回去，我有些事情要吩咐其他人。苏月瑶看了一眼杨千寻，按道理他这3天都是陪着黄妍希的，这会儿要支开自己，想来是有事情要说。妍希，我们不问你的秘密，但是你不准做出任何伤害阿瑶的事情。主君放心，我从未有伤害妻主的心思。好，我信你。你那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他是什么意思？妍希，既然我们都是伺候阿瑶的，你要是有问题，可以和远义说。他的医术如今在凤都也是排得上号的。主君，我没有问题啊。你不用不好意思，妻主每次在我们房中留宿后，都是起来很晚的。你昨晚，妻主怎么今天还陪着你来见我们啦？他明白刚刚他和苏月瑶一起进来，他们审视的眼神是为什么了。他要气死了。很好，他不行，不行。众人看着黄妍希越来越黑的脸，陆元景更是脖子缩了缩，他感觉有股气势要把他生吞活剥了。屋里顿时低气压，静悄悄的，所有人都没有说话。崔阳感受到空气越来越稀薄，而且还有内力波动，他没有想到黄妍希会发出这么骇人的气势，于是出声说道：妍希，如果你没事最好，我们只是担心你伺候不好妻主。我身子没有问题，你们要是不放心，可以亲自问妻主去，想来妻主会给你们解答。还有主君，我给妻主安排2个擅长用毒的高手，你安排人让他们和暗处的其他人认识认识，免得误伤了。黄妍希说完，脸色乌黑的行了一礼走了。黄妍希一走，顿时屋里的低气压消失了。大哥，这黄公子刚刚好吓人啊，吓死我了。我也被吓了一跳。特别是刚刚主君说让给他看看身子，他都感觉被人盯上阴森森的。之前还一起相处过，感觉黄妍希为人清冷，不爱说话，整个人一点攻击性都没有。他隐藏的能力真的好啊。这气势是桓家小公子有的吗？刚刚那内力波动，怕是武力比他还高。桓家都是文官，怎么会？难道他也是自小被家里送出去学武了？如果他是跟着江湖上的武学世家学的武，他应该是要见过他的。昨日妍希让所有人都退出了他的院子，具体他和妻主说了什么我们不知道，而且他的下人都是练家子，他没有伤害妻主的意思，眼神骗不了人。这时屋子中间突然站了2个黑衣人。属下独一见过主君，见过各位。独二见过主君，见过各位。这2人什么时候出现的？你们是暗毒谷的独一和独二？是的，巡策军，主子让我们以后暗中保护在女君身边，还请让手下认识一下其他护着女君的兄弟们。你们的主子是黄妍希？是的，主君。青山，你带着他们去认识认识其他人。之后门外出现了一个黑人，独一和独二跟着青山走了。浩轩这暗毒谷是什么地方啊？暗毒谷是天下第1毒谷，里面有很多毒物，平常人没有暗毒谷的人领着进去都会被毒死。独一和独二应该是这暗毒谷用毒前2名的高手，很少有人看到他们的长相，没想到在妻主的后院见到了。桓小公子背后怎么有这么厉害的用毒高手？我也从未听说过，而且桓家一直都很低调的。妍希不伤害妻主，如今又派了他们保护，想来能指使他们也是他自己的势力，我们就不多问就是了。主君说的对，我今日就回荀家，安排流言如何传。主君，我稍等回去药堂，流言也会安排的。陆远义起来说道，拉着陆元景行了礼离开。益阳禁军那边你看着安排吧，希望这次能让阿瑶缓一缓。如今局势不明，世家和陛下都盯着妻主，妻主还有孕，现在离开并不是最好的时候，等妻主生产完再离开也好安排呀。确实是，走吧。阿瑶都出面解决问题了，我们也不能落后啊。他能让人进府，想必心里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阿瑶还是心太软，在外墙开一侧门出来，
也是想给这些公子们一个随时能离开的机会。主君，妻主的性子就是如此，才会让人都想要靠近她的吧。杨千寻和崔阳又说了几句，也出去忙了。此时大皇子和苏月瑶走到花园的亭子里休息。妻主，你很喜欢黄妍希吗？殿下这是吃醋了，我也很喜欢你啊。妻主今日的精神比往日看着要好很多，是黄妍希的问题？确实是他的问题。妻主，他都如此了，你还这么喜欢他？他不对，他怎么如此了？妻主，你不用为他遮掩，有问题应该去找远义看看，以后都是一起伺候妻主的人，所以他不用不好意思。我替他遮掩什么？他不舒服需要远义看。苏月瑶更迷茫了，这说的都是什么呀？昨晚黄妍希那个样子不像是身体有问题的样子呀，难道有什么他没有发现的隐疾？月儿，殿下的意思是他们都认为我不行，那月儿来说说我到底行不行？苏月瑶听到黄妍希的话，顿时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呆住了。不行？昨晚都那样了，要是不行，行的话他已经死在床上了吧？黄妍希的语气和眼神格外的冰冷，看着大皇子。大皇子感受到空气中的冷意和微薄的内力，心里一震，好强的气势，和星辰不相上下，这不是桓家小公子应该有的气势。大皇子眼神微眯地看着他。月儿，你来说，到底我行还是不行？妻主是觉得我昨晚表现的不好？没，你很行，很行啊。妻主，你不用受他威胁，身为侧君不能伺候好妻主，要他也无用。哦，月儿，你告诉殿下我威胁你了吗？殿下，他很行，也没有威胁我。这修罗场他们两个自己说去吧，一个个的就会欺负他。桓妍希并不打算让苏月瑶离开，刚想伸手拉住苏月瑶，大皇子直接拦住了。黄妍希，不解释解释，你为何有这么大的气势？哼，我无话可解释的，被人质疑不行，还不让我有气了。桓妍希冷哼的说完，直接去追苏月瑶了。这边的苏月瑶刚过了一个拱门，人直接撞到了星辰的怀里。妻主，发生什么了？苏月瑶看到星辰脑门突突的疼，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啊？他不是还要2天才回来吗？月儿，别走太快，你不想承认也可以啊。月儿。星辰听到这称呼，下意识的叫了一声，苏月瑶直接低着头，心里呐喊道：别叫我，别问我，别和我说话。星辰，你回来了。嗯，你就是星辰呐？不知我是称呼你为星辰弑君呢，还是弑杀阁阁主？星辰抬眼看了眼面前的男子。那我是叫你桓策君呢，还是叫你南疆圣子？不愧是弑杀阁的阁主啊，这么快就查出来我的身份了。不困，只是之前从未对你有过怀疑，最近事情多，反正你要嫁给妻主了，就顺手查查。没想到呢，南疆圣子不去好好把南疆统领好，看上妻主就嫁给他了？又或者是想妻主给你生下任的南疆圣子了？求人也要有求人的态度，不然妻主要是不喜你，把你踢出去，你可没得哭。月儿要不要和我生孩子是他决定的，可不是你一个弑君决定的。既然你是月儿后院的弑君，是不是要给我敬杯茶？毕竟我可是侧君呢。苏月瑶低头看着他们一来一往的对话，这空气里的火药味都快爆了。大皇子听到星辰说桓妍希是南疆圣子，脸色一变，怪不得刚刚有那么大的气势。妻主的后院就是不一般呐，都是能力高强的人呐。以后跟着妻主混，日子越来越好了。桓策君想喝我这杯弑君的茶，当然可以。毕竟等妻主肚子里我的孩子出生了，我的身份成了侧君了，就比桓策君进门早了。桓策君记得到时候回一杯茶给我。你，哼！桓妍希气得哼了一声。不对，月儿肚子里不是主君的孩子吗？有你的？月儿肚子里的孩子是双胎不同父。不然呢？
环策军还要我敬茶吗？当然要，说不定到时候妻主给你生个男娃，不记你位分。哼，这不是环策军要担心的事情。星辰不想再理环妍希，看向缩在自己怀里的苏月瑶。妻主刚刚走得那么急，是发生什么了？苏月瑶刚抬起头来想要说什么的时候，大皇子直接接话道：哎，我刚刚劝环策军身体要是有问题就去找远医看看，正好星辰回来了，让药老看看更。殿下别乱说，苏月瑶阻止，大皇子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环策军身子不好，我身子没有问题。月儿，他们都欺负我，我没有问题吗？大皇子和星辰也没有想到，刚刚气势很足的环妍希一瞬间变成这样，竟然去找妻主告状，太不要脸了。环妍希，你正常点。那月儿说说，我没有问题的，而且还很行呢。月儿，你说句话嘛。你行，你很行，可以了吧？环妍希听到苏月瑶的话，顿时笑着看着其他两人，像是在说妻主说我很行的，你们知道了吧？大皇子和星辰都低头看向苏月瑶，你们也行，也行呢。苏月瑶说完也不管他们的反应，直接转身走了。他真的是要疯了，这说的是什么呀？这是能说出来的吗？真是一个也惹不起。到底是谁觉得环妍希不行的？月儿，这3天你都要陪我的，你等等我。星辰和大皇子静静地看着两人远处的身影，并没有追上去。环妍希真的是南疆圣子啊？刚得到的消息我就急忙赶回来了，但是看来没有问题，他不会伤害妻主的。星辰，你怎么这么确定？南疆圣子可是用毒用蛊的高手啊，甚至可以操控毒物。大皇子，你是担心他用毒用蛊对付你吧？那你就多加小心，我帮不了你。我哪是担心我自己啊，我是担心他对付妻主，控制妻主。那你不用担心了，南疆圣子一旦成亲，和妻主在一起，蛊王会自动认主，妻主如今的身子不会被任何毒药和蛊毒伤到。等到妻主怀了他的孩子后，被蛊王选中的孩子，血脉里会自动孕育下一代蛊王。哦，原来如此。哎，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当然是查出来的。赤沙阁当初想在那里建分阁，最后没人能受得了那里的毒瘴就放弃了。环妍希是从18岁去的南疆，对外说的是上山学艺，要不是中间有1年南疆发生毒物暴乱，他没有隐藏好行踪，被赤沙阁发现破绽，是查不出来他一丝信息。赤沙阁难查出来的信息，其他人更难查出来。我已经安排赤沙阁把此次消息隐藏，如今有了他，妻主的安全不会再出问题，所以大皇子没事也别招惹他，试探试探就行了。我哪里是招惹他嘛，我就是问问嘛。妻主的这后院，他看就主君和陆家两兄弟是最好的，其他人呵呵都不简单。此时的苏月瑶已经被环妍希连哄带抱的回了他的屋子。如今看来，就芊芊、远意和远景最好相处，其他人都是黑芝麻汤圆馅的，表面无害，实则心里腹黑，外加他们的特质。月儿，不是我的错，是他们一个个都质疑我。环妍希，你正常点，如今院子里又没有其他人，你行不行？你自己不知道吗？哼！但是月儿，男子不能被说不行的，我生气嘛。那你说你想如何？月儿，远景策军说你和其他郎君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起得很晚的，这次就是因为你早起了，所以才导致他们误会的。要不今晚我们多辛苦一会儿？你给我滚出去！还要再辛苦一会儿，我的腰还要不要了？月儿，我一会儿给按按，保证让你舒服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还早，我午膳还没有吃呢。一会儿再吃。月儿，我让你好好感受我到底行不行。等到苏月瑶再次醒来的时候，整个人躺在环妍希的怀里。月儿饿了吧？我扶你起来用膳吧。苏月瑶本来不想理他的，但是他的肚子确实有些饿了。他坐起身来，发现身子除了疲惫一些，连腰都不酸了。环妍希看到苏月瑶的神情，笑着说：月儿，我就说吧，你多在我房里留宿，对你有好处的。翌日一早，月儿，咱们府外的人群全部散去了，
而且整个凤都世家都知道你生产后会选人进府，都忙着在家族中选合适的人选呢。我们今日可以回还家了。谣言传得怎么样？玉儿传得特别好呢。有人说玉儿喜欢大大眼睛的，有人说喜欢嘴巴小的，喜欢大耳朵的、小耳朵的、大鼻子的、小鼻子的，性情泼辣的、温和大气的等等，简直不重样。现在各府都在打听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公子。让他们去想象吧。宫里陛下没有动静？没有，但是外面有传言说陛下前几日打发了一波想要他给玉儿赐婚的一些事下，中间又遇到了一些棘手的公务，女皇直接病了，2-3日没有上朝了。具体的消息我们回还家问问父亲去。好，那我收拾准备出发。今日感觉精神格外的好些，一点都没有昨日的疲惫感，而且他也发现自从和环妍希在一起后，他的身子比之前更轻快了一些。这样变化真的是因为环妍希身体里的蛊王啊。妍希，我们2人的衣服是一个系列的吗？是啊，玉儿喜不喜欢？喜欢呀。妍希往常深色系衣服多一些，没想到穿浅色系的衣裳也这么好看。那玉儿觉得我穿深色还是浅色更好看呢？都好看。以前觉得女子们盯着她看或者夸赞她的样貌，她心里只有烦闷和恶心，但是被苏月瑶这么看着，她心里只有愉悦。玉儿也很好看，容颜秀丽，让我心动不已呢。我们还要出门呢，要赶紧了。没事，不急。2人又一起用了早膳后，才开始往府门口走去。到了府门口，发现除了偏门门房处在收一些帖子，大门口已经没有人了。府门口也已经准备好了马车还有礼品，环妍希扶着苏月瑶上了马车。终于清静了。是啊，玉儿影响好大，好久没有什么人让凤都这些世家做出如此动作了。他们是看上我的肚子，让我给他们生孩子。我要是没有身孕，他们也不会如此。一些老牌的世家子嗣越来越少，有的家族甚至只剩下一房族人。之前男子还能娶女子回来，如今女子稀少，都靠着女子传承下去，没有女子的世家确实着急。要是能提高女子的有孕率就好了，这样都安稳了。如今陛下也在想法提高女子的有孕率，玉儿之前也提供了不少办法，等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成效吧。希望有效果吧，这样他们就不会盯着我看了。他们盯着也没有关系，等玉儿生下这一胎，不想待在凤都了，我们就离开。到时候再说吧，要是离开，你们也要安排好，中间牵扯你们背后的家族也是很麻烦。玉儿，你自己的想法为主，我们都可以的。我知道，也明白，他确实想要离开凤都，平平淡淡的生活，但是如今想要平安离开也有难度的吧。他也不能让崔阳他们的家族因为他受到牵连。月瑶回来了，累不累？来，赶紧进屋歇歇，要不要坐轿子过去？母亲，我不累，走过去就好。不用不好意思，如今你身子重，不舒服就直说，当做自己家。今日环家族中都来人了，月瑶要是不喜，一会儿直接和希儿离开就好，不要顾忌什么。我知道了，母亲，母亲真好。月瑶嘴真甜，母亲也喜欢。他之前的2个儿子嫁到凤都权贵的世家回门的时候，他们的妻主都没有陪着回来。苏月瑶如今可是凤都的香饽饽，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回来，真是让他长脸。环母越看越喜欢。苏月瑶看着环母笑得如此开心，有些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几人到了会客厅，苏月瑶还是被屋里的人给惊了一下，好多人呢。月儿，去我院子里坐坐。好啊，你们环家人口好多啊。还行吧，主要是父亲有4个兄弟，环家又一直是历代陛下的重臣，所以当年都是娶的女子。好在如今每房都育有女子，那些姐姐们已经娶了不少郎君，人口能不多吗？你不会是最小的吧？嫡出的算是最小，庶出的我不是。我3婶婶前2年还生了一个弟弟。啊，刚刚你3婶怀里抱着的是你弟弟？是啊，3堂姐娶了10几个郎君了，一直没有生出孩子来。月儿，我3堂姐今年25、26岁了吧，一直未曾有孕，倒是我3婶生了不少，
可惜都是小公子，像月儿未满20岁就有孕的，确实难得。那你其他堂姐呢？我嫡亲的大姐今年快30吧，生了3个儿子。我2堂姐比大姐小2岁，生了1个儿子。4堂姐和3堂姐一样，没有生孕。你大哥他们如今有没有孩子？哥哥们吗？应该没有吧，没有听父亲说过。月儿现在明白了吧？我母亲他们那个时候就是生女难些，男子生的还是挺多的，但是现在慢慢的生男子也少了。这是你的院子？月儿很喜欢吗？这是南疆特色的花，南疆还有很多很美的花呢。妍希，这花刚刚是不是动了？看来花儿也喜欢月儿呢。月儿要是喜欢，我回去也在院子前种些。好呀。妍希，你的院子是不是布置了什么？月儿真聪明。两人一直在院子里休息到午膳的时候，才起身去到膳食厅。月瑶，快来坐。不好意思，母亲，妍希的院子风景很美，一时多看了2眼。没事，月瑶要是喜欢什么，让希儿回府给你重新种。希儿平常就喜欢侍弄花草。我知道了，母亲。环妍希一离开后，环母旁边的长辈开始说话了。月瑶啊，你今日回来是想在环家也挑几位郎君吗？老二家的不得胡说。大嫂，如果月瑶后院要添人，环府送过去2、3个侍军，一同陪着妍希不好吗？哼，这是月瑶自己府上的事情，也应该由主君决定人选，也不是希儿能左右的。大嫂，你不能因为妍希有了好归宿，就不想着你其他的侄儿不是？再说岳阳的主君就是个杨府庶子，身份摆在那儿，妍希又是……二婶是看不上我主君了，她身份怎么了？啊，岳阳，二婶就嘴快说错了。但是你如今有孕，身边伺候的人也少，我们几房都有适龄的公子可以给你做侍君，都知根知底儿的，你说是不是？二婶，我要选侍君，将来也是我的主君决定，后院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多管。再说了，大皇子如今也是我的平夫，他们2个决定的人选我不会多问。你们要是想要自家的公子进我的府邸，请等我生产完后给主君或者平夫递帖子画像之类的。咱们都是亲戚，不能通融通融。二婶，我和你不是亲戚，环妍希嫁给我就是我苏府的人，我带她回门是因为有母亲和父亲在，不然我和她回来看谁？还有我的后院想要进去，即使过了主君和平夫这关，我不喜照样进不来。你苏月阳，我可是你的长辈。老二不得胡说。这时环妍希进来，发现众人的脸色都不好看，直接问道：月儿怎么了？没事，我看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回府吧。好的。环妍希看了眼众人，牵着苏月瑶的手准备离开。月瑶，有空常回来见见母亲，母亲啊是真的喜欢你。好的，母亲，到时候我们家宴就不要随意请其他人到场了。母亲知道了，你们回去慢一些。月儿，是几位婶婶说话不对吗？没事，你二婶想要给我送侍君呢，被我给怼回去了。还有你二婶看着就是满脸的算计，我不喜欢她。她小门商户出身，月儿不用把她当回事，我母亲会收拾她的，她不会再碍你的眼。也不用做得太绝，我以后想来也不会见她。妍希，你们环府规矩很多呢。还好吧，就是食不言寝不语的，还有嫡庶差别比较大。今日因为要招待你，都是婶婶们出席，伺候他们用膳都是侍君。以前也觉得没有什么，但是自从和月儿在一起，发现大家一起坐到一起用膳，有说有笑的样子挺好的，不显得那样压抑。是我平日太没规矩了些，在外面我会守规矩的，免得你们被挑出错处。月儿真好，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咱们以后少回环府，你也不要因为我们而委屈了自己啊。苏月瑶笑着点了点头，但是并没有多说什么。古代封建制度有太多的规矩文化，如果她不是女子，想来也要好好学规矩。如今凤都各种谣言满天飞，星辰他们又发布了一些世家的黑料，现在关注她的热度明显低了很多。转眼到了娶裴玉琪的日子，苏月瑶再次穿戴了一身红色的婚服。七主，裴家公子对你真好，
这红锦纱一年也织不出来几匹，全给旗主做了婚服。哎，还有这头饰，想来是怕旗主累着被掏空，但这工艺雕花又一步不少。是吗？想来玉琪也是担心我才会如此的吧。他其实还是很期待把裴玉琪娶回来的，毕竟他在义县就喜欢她了，一点也没有掺杂其他的因素，这样简单纯粹的爱恋他很期待。两人走到外院口的时候，南风站在拱门口，苏月瑶才想起来这人来，好像这几日他一直没有出现，他还以为外面关注他的人少了，他已经离开苏府了呢。苏女君，南风躬身，如今外面关注我的人少了，卫使是不是不用在苏府亲自待着了？在下是奉命保护您的，且敢轻易离开？随便你。殿下，你去帮主君一起招待宾客吧，我没有问题。好的。苏女君艳福不浅啊，一个个郎君娶回来。卫使也八卦，我是艳福不浅，不像其他的世家女，后院的郎君一箩筐一箩筐的。苏女君忘记了，你亲自发话，生产过后要挑选侍君入府的，到时候想来你后院的郎君也是一箩筐一箩筐的。这和你有关吗？卫使的职责是保护我，而不是关注我后院的郎君人数。既然苏女君要选侍君，可以考虑考虑在下，这样将来合作，在下也不会做出卸磨杀驴的事情来。苏月瑶听到南风的话，停顿了一下。卫使这是确定觉得我会同你合作？你想进我的后院，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可能。他的后院大佬已经够多了，再来他受不了啊。陛下前几日怒急攻心，已经晕过去2次了，而且南方近日一直阴雨不断，连续下了好多天的雨，有几个州府县城都出现水患。再加上之前因为女子稀少出现的州府叛乱，今年女子有孕率如此低，很多百姓都觉得是女皇没有管理好朝政，惹怒上天导致的。百姓中很多人都要陛下下罪己诏，甚至退位。苏月瑶听到一惊，这是要发生天灾人祸的事情了。如果凤鸾国国内出现问题太多，百姓动荡，边境的国家再发生战争，这凤鸾国怕是要完了。卫使和我说这些，我也做不了什么。这样的环境，即使皇太女上位了，也是乱摊子。在下希望苏女君出手治理南方的水患。他只是想让他把南方的水患处理好，再慢慢的消减女皇的权势，之后顺理成章的扶皇太女继位。继位的皇太女会如何对他不得而知，他才不要那么傻呢。如今他的退路多了，如果真的乱起来，他直接和芊芊他们一起跟着欢延熙去南疆去。我没有卫使想的那么有能力，水患我无能为力。苏月瑶说完，直接往府门口走去。苏月瑶到了大门口，门口都被禁军和凤羽卫拦着围观的百姓，此时众人的焦点都在苏月瑶的身上。苏月瑶经历上次娶欢延熙，已经能适应了这些人的眼光，但是还是有一点的压力。这时南风让凤羽卫的人把他围了起来，隔绝百姓的视线。多谢。苏女君客气了，在下职责所在。围在府外的百姓都在议论着，苏女君娶一个商贾之家的公子，竟也找出来了，嘿嘿，是我赌赢了。来看我赢了吧，我就说苏女君肯定一视同仁，自动开门的。哎呀，苏女君真的看得起我们这些商户呢。哎呀，这苏女君怎么对一个商贾之家的公子这么好呀？哎，可惜了我的银子。哎，我输了50两银子。苏女君，今日一早门口等着看你风采的百姓都在好奇你会不会提前出来等裴家公子下赌注呢。在下还投了100两银子，看来是赚了。卫使大人好兴致啊，公开剧赌，朝廷不管。门前这些百姓一大半是凤都世家派过来的下人，剩下的一些都是未定亲的公子们，朝廷应该不会为了这一点小事公开扫了众人的兴致。苏月瑶听到这里，为何没有人通知他会有人下注啊？他应该直接投上2万，说不定还能发一笔横财呢。苏女君是遗憾没有下注，如果是这样倒是不用，因为官府要求最高下注100两。再说苏女君的郎君嫁妆一个赛一个，苏女君的财富想来也是凤都前几名了。看来卫使是真喜欢八卦，先是关心我后院的郎君人数，如今又关心我的钱财。但是我只想说一句，这些都和卫使没有关系，卫使做好本职的工作就好，不然我苏府容不下你了呢。在下要保护好苏女君，关于你的所有事情，在下都是要认真对待的。苏月瑶冷哼了一声，不再理这人。
他都想不明白，如此有能力的人干嘛非要吊死在他的身上。这时鞭炮声响起，裴家的花轿到了。苏月瑶一眼就看到轿子里穿着红色嫁衣的裴玉琪，眼神里带着惊艳，好美的贵公子。苏月瑶一步一步走向花轿。玉琪，我们回家，往后余生我会好好对你。裴玉琪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苏月瑶，她的眼神如此坚定，想要娶她。今日的你我很喜欢，不用紧张。哎呦，这就是那位传闻中的公子啊，真是俊美无双啊！是啊，如此俊美的公子世间罕见呐。与苏女君站在一起啊，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前几日娶桓家公子的时候啊，就觉得桓家公子已经很俊美了，没想到这裴公子也不相上下耶。怪不得苏女君会娶他呀。众人议论纷纷道：玉琪，我们去拜堂吧。好的，旗主。两人去到大堂，在一众亲朋好友面前拜了天地。客人由杨千寻和大皇子招待，苏月瑶拉着裴玉琪去了他的院子。玉琪，你是不是有点紧张了？旗主，我是有些紧张。我没想到我真的可以嫁给你，但更多的是我很欢喜，以后可以守着旗主了。苏月瑶没有想到裴玉琪会如此正式的给他说这些。我们先回院子，旗主是不是对他也是有感觉的？玉琪，想来忙了大半天了，我们先用膳。苏月瑶看着桌上放着的菜色，一半辣一些的菜，一半看着都是偏甜的菜。玉琪是偏爱甜的菜系吗？是啊，我自小很喜欢吃甜，旗主这厨房送过来的。是啊，我并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旗主不用不好意思，如今旗主有身孕，不要为我分身，这些菜想来是千寻让厨房准备的。对，以后要叫他主君了，没想到我会和他同时嫁给旗主。你和千金的关系真好，他还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是很好，我们自小相识，我很心疼他在杨府不受重视。明明是那么有才学的人，却因为杨府毁了。其实千寻当年是可以通过文人馆评比的，最后一项的时候，他的嫡姐给他下了药，导致他发挥失常了。苏月瑶没有想到中间还有这些，芊芊也从未在他的面前说过。好在她嫁给了旗主，想来这是她最为高兴的事情了。那你嫁给我高兴不高兴？当然是高兴的。我也很高兴娶了玉琪呢。先用膳吧。好，玉琪给旗主布菜。不用，我们一起用。在家里不需要那么多规矩，其他人也是如此。旗主，这不合规矩的。再说了，这府里凤羽卫还在呢。不用管他们，在苏府我说了算，特别是在后院，你只需要听我的。玉琪知道了。玉琪真乖，我喜欢。快用膳吧，不能饿着我的玉琪了。好的，旗主。两人用过膳后，苏月瑶起身拉着裴玉琪准备去院子里散步消消食。他看着裴玉琪俊美微红的脸，一时激动吃撑了。玉琪，你不用这么拘束的，我既然答应娶你了，就真的会对你好。旗主，玉琪怕做得不好让你不喜。你做得很好，我非常喜欢，并没有任何不喜欢的地方。我希望未来的玉琪能够更加自由自在一些。苏府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家，不必再像在裴家那样遵守各种的规矩。听到苏月瑶的话，裴玉琪的内心很是触动，这是他喜欢的女子啊。旗主对我真好。玉琪，你喜欢梅花？是的，旗主，我很喜欢梅花。当初我画那幅赏梅图时，你怎么不开口呢？那是旗主要进献给陛下的画，而且当时我不好意思再给旗主开口求2幅画。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因为那幅画才开始决定喜欢我的？其实第一次见旗主的时候，旗主对千寻的样子，还有如此不同的传言，让我真的很好奇。相处几次之后，发现自己的心越来越想靠近旗主。旗主去义县庄子上住的院子，是我给我未来旗主准备的。但是当初我的婚事我自己做不了主，我把画交给小舅舅后，就逃避地离开了丰都，直接去外地查账，就是想避开他或者裴家安排的婚事。我还避开了所有丰都的消息，我怕我知道你的消息会不顾一切地回来看你。当时你应该告诉我的。如今这样就好，当初旗主能力不显，想要娶我会很难的。我不想旗主因为我而受一丝委屈，我也知道当时的旗主并不想多娶，我也不想你为难。
你好傻，要是错过我了，你怎么办？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就是想和小舅舅摊牌的。我不想嫁给除你以外的人。我很庆幸当时赶了回来，救了你。玉琪，苏月瑶的心里有些麻麻的疼。能嫁给妻主真好，以后妻主要是不喜欢玉琪，也别赶我走，让我能远远的看你。我会挣好多好多钱，让妻主衣食无忧。玉琪，别这么说，我永远不会赶你走。我相信妻主呢。当两人回到屋里时，下人直接说：女君，陪侧君热水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沐浴了。好，我知道了。玉琪，我先去沐浴了，你一会儿再去吧。妻主，我应该侍奉在侧的。要不，玉琪，我们一起沐浴。妻主。等到苏月瑶彻底沐浴完，已经是1个半时辰了。翌日清晨，裴玉琪醒来，静静地看着躺在他怀里的苏月瑶，脸上满脸的艳足和开心。她终于嫁给他了。想起昨晚妻主配合，她的身心从未如此的愉悦。看了一会儿，裴玉琪轻轻地起身，开始穿衣服。等裴玉琪到了主院，主君。裴玉琪躬身行礼。玉琪不用多礼，时间还早，可以晚些时候再来。应该要早点来给你们敬茶的。阿瑶心情很好，咱们府里没有那么多规矩，只要伺候好她就行。多谢主君昨晚让厨房准备的膳食。不用谢，你刚嫁过来，我怕你不适应。希望厨房做了些你爱吃的菜，你我是多年的好友，你嫁给妻主，我替你高兴，不要和我见外了。千寻，谢谢你。以后我们一同伺候好阿瑶，其他人你也不用紧张，都很好相处的。妻主的后院真是和其他世家不同啊。我们都明白阿瑶的心思，她内心很渴望有个是放挡与温暖的家。她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她把我们当成她的家人，她护着我们，我们也想护着她。以后玉琪就明白了。我已经明白了，我不会做出让她不喜欢的事情来。两人相视一笑。这时大皇子走了进来，看到裴玉琪后，并没有看到苏月瑶的身影，立马收回了眼神。见过殿下。起来吧。妻主还在睡？妻主有孕，还是注意些。我会注意的，殿下放心。之后其他人陆陆续续的都来了，但是众人都发现苏月瑶没有过来，下意识的看向环颜熙。环颜熙此时心里还在沾沾自喜呢，他就说他成为唯一一个敬茶有妻主陪的人。环颜熙高兴的并没有注意到众人看他的视线，其他人心里都想的是，看来环策君确实不行呢。连大皇子都在想，上次他的神情和妻主的表情，他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为何妻主能早早起来呢？站在中间的裴玉琪接过茶水，走到了杨千寻面前，准备跪下敬茶。玉琪不用跪，直接把茶水给我就行，他们都是如此的。好的，主君。主君请喝茶。以后要好好的侍奉妻主。好的，主君。之后裴玉琪又给大皇子敬了茶，给其他人依次行了一礼，其他人也回了礼。还有一位星辰使君，他昨日才赶回来，有些事情要处理，玉琪之前也和他见过。我知道。还有玉琪新人进门，妻主都会陪他3天，之后妻主会每个院子轮流，中间你们要是出门，给门房交代一声就可以。多谢主君告知。等用过午膳过后，你和妻主来趟书房，星辰有些事情要说，你们其他人也空出时间来。好的，主君。都去忙吧。如今府案官路人少了很多，我们也不能大意。众人应好后都一一离开了。玉琪，妻主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你觉得呢？妻主，我下次不这样了，你别生气。我没有生气。厨房准备好膳食了没？我饿了。等苏月瑶到了桌子边，看着一桌子的膳食，直接拿起筷子吃了起来。他感觉自己能吃下1头牛，真的是太饿了，太消耗体力了。妻主，你慢点吃，不着急的。我怎么感觉我的饭量变大了？妻主如今肚里有2个胎儿，想来饭量是要大一些的。妻主要是不放心，可以让陆策君来给妻主把脉看看。你已经去敬过茶了？去过了。主君说午膳过后，星辰有些事要说，让我和妻主去书房一趟。那等一会儿见到远夜，让他给我把脉看看吧。我感觉我肚子有些微微起来了。妻主的肚子应该会比平常有孕的女子大一些的。
不知道到时候肚皮撑开了会不会长难看的纹。妻主不用担心，我已经派了人去购买专门保养肌肤的润肤膏，不会有纹的。而且妻主放心，生出来的胎儿很小，妻主即使是双胎的肚子也不会很大的。玉琪，你也懂得怎么这么多？我专门派人去问了有身孕的女子，她们都是这么说的。玉琪有心了，能为妻主做都是应该的。哦，还有妻主，这个给你。这是你给我的礼物吗？苏月瑶好奇地打开一看，全是各种的庄子、田地，还有一些宅子的地契。苏月瑶直接被惊得张大了嘴巴，这也太豪横了吧！妻主之前你给千寻说过，你想要带佃农的庄子，我手里有7个，丰都城郊有2处，义县你见过那处，南方有2处，北边和西边各1处。庄子的地契和佃农手里的卖身契，我都在府衙改成妻主的名字了。妻主有空拿着这些去府衙签了名字就好了。还有我名下的，这下面的是我之前在各个州府县城买的宅子，因为有些多还没过户完，妻主先拿着。哦，还有我名下的铺子，最近都在查账，盈利好的等查完账一同过户给妻主。还有下人的。等等，玉琪，你这是要干什么？都给妻主啊。我不要，这是你的嫁妆，你自己收着。裴玉琪真的好有钱呐，这还是他成亲后第一次有人直接把所有东西上来就给他的。妻主，这个里面一半是我的嫁妆，一半是我自己的私产，我想把这些都给妻主。妻主，我知道你没有要其他特勋的嫁妆，但是我的身份是商户，这也是我唯一能给妻主的。哎，妻主不喜欢打理也没有关系，那些管理商铺的掌柜、庄子上的管事，那些佃农的卖身契都会给妻主，我会抽出时间替妻主核对账目的。玉琪，你真的不用这样，你就不怕我拿到这些以后冷落你？一旦你没有钱财，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能嫁给妻主，就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妻主。如果妻主以后不喜欢我，也没有关系，我心甘情愿的。玉琪，你好傻，恋爱脑要不得，即使你再喜欢我，也不要如此。妻主，恋爱脑是什么？这个就是把全部的精力和心思放在喜欢的人身上，会迷失自我，只以对方为主，对方什么都好。我不喜欢玉琪如此，而且你们一味的付出，我会觉得对不起你们的爱意，我的心不是全心全意的。妻主，我不知道其他人所想，你值得我如此对你。妻主不要有负担，要学会接受我们的好意。我接受玉琪的好意，但是这些产业你就收着吧，以后可以留给我们的孩子。孩子？妻主以后会给我生孩子吗？当然了，以后我会给你们所有人都生一个，你们是我的郎君，我们要相守一生，我怎么会让你们没有子嗣呢？妻主，即使你要给我生孩子，这些你也要收下，以后孩子们的产业我再挣就是了。妻主，这是我的心意，请你不要拒绝好不好？苏月瑶有些头疼地看着裴玉琪，这恋爱脑啊！玉琪，你别这样，我都没有收其他人的，单独收你的不好，所以阿瑶要收我们的嫁妆，过2日我们在府衙里标注好，阿瑶直接去签字就是了。两人看到杨千寻后，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芊芊，你来了，下人怎么不通报一声啊？当然是想见阿瑶了，还有陆院守在院子里等你，今日是他来把脉的日子。那我们出去吧，让陆院守久等了多不好。玉琪，和我们一起去。好。让陆院守久等了。哎，不妨事，不妨事，我也是刚到。看苏女君的脸色不错，我来给你把脉看看。好，麻烦院守了。陆院守静静地给苏月瑶把脉。苏女君的脉象很好，最近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我这2日好像吃的有些多，还有嗜睡的情况应该轻了一些。哦，那是正常情况。以后苏女君的肚子也会比平常有孕的女子大一些，到时也不用担心。院守，我到生产的时候肚子会有多大？大概有这么大吧。苏月瑶看到陆院守比划的肚子大小，松了一口气。这肚子的大小不是很大，像是现在女子怀孕5、6个月的大小。苏女君不用担心，刚出生的孩子都不大，最多有3斤左右吧。我知道了，陆院守，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能确定我肚子里是男女吗？
从脉象上看，我只能确定其中有一个是女孩，因为是双脉象，所以我不能100%确定另一个的性别。今日多谢陆院手了。苏女君客气了。之后杨千寻亲自送陆院手离开。苏月瑶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有些惆怅，之前觉得生下女孩她特别开心，现在觉得有些恐怖了。唉，关键是万一星辰的是女娃怎么办？星辰不会把女儿给培养成一个女杀手头子吧？想想以后自家女儿长大了，拿着刀剑在江湖上乱杀人的情景，他就头大。七主你不开心吗？有个女孩不好吗？这样以后苏府就后继有人啊。玉琪，前几日府上被一圈一圈的包围着，就是为了想要入府里成为我的郎君，让我给他们生孩子。关键就是确定我肚子里有一个女孩，要是真生出来了，我们的安生日子就到头了。而且万一这胎女娃是星辰的，娃以后会不会变成杀手头子啊？七主想的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啊。先说第一个问题，七主之前已经放出选世军的消息了，我想府里已经准备好关他们的院子了吧？那些世家只会想送人来，进到我们府上，如何对他们可是我们的事。第二个，七主怕星辰弑君的是女娃，星辰怕是会好好守着他女儿了，他会舍不得把女儿培养成他那样的杀手，但是如果孩子长大想当杀手，那就两说了。所以七主别想太多，好好养好身子。星辰会舍不得？他之前那么冷漠冷心的，他对他还没有那么舍不得的状态吧？怎么可能成为女儿奴？七主赶紧去把我给你的产业都放好，等过几日我陪你去府衙备案。我不能要吗？七主。这时杨千寻过来了，看着两人的状态，主君，你来劝劝让七主把我送他的东西收下。玉琪，那些是东西吗？那些可是你的身家。七主，那只是一大部分，我还留了一些的。那我也不要，我有压力啊。七主，这些在你名下，我帮你打理着，所有人的卖身契都在你手里，没有压力的。玉琪，我是你的妻主，你必须听我的，我不要。七主，你就这么不喜欢我给你的东西吗？呀，你别哭嘛，我只是想要你手里有这些就有了底气，余生这么长，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七主想发生什么？如果你将来不喜欢我了，我也不后悔。七主你就收下好不好？七主收下吧，我的嫁妆这几日也整理好，也给七主。苏月瑶听到这里，顿时看向杨千寻，这个还没有打发好，又来一个。我不要，你们别想。什么不要？发生什么了？大皇子出现，没。玉琪是想把她的嫁妆和她的私产过继给七主，七主说他没有收其他人的，所以不要玉琪的。杨千寻快速的说完。哎，对了，七主啊，过几日我整理好我的嫁妆，给七主送过来。大皇子话音刚落，其他人陆续的过来了。他们嫁进来，七主一直不要，他们其实也很没有归宿感，总感觉七主将来会离开一样，或者嫌弃他们，不想要他们东西。星辰站在一旁，也看到苏月瑶眼底的挣扎，他应该是唯一准确知道苏月瑶不是原来的他，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魂。他是怕他将来会回去，所以才不要他们的嫁妆的。星辰一瞬间想通了这个原因，顿时觉得非常不好，这人怎么了？其他人都想要送嫁妆，他不会不想给，所以才变脸的吧？天地良心，他可从来都没有想要星辰的东西，他最多是想要利用一下他的势力而已。你们都过来是要说什么？阿瑶，星辰从外面带回来一些消息，我们进屋里说。好，南风他们会不会听到？七主放心，我身边的暗卫把他们都请到院子外了，今日谈话不会有其他人听到。赤沙阁也有人盯着。那就好。之后星辰慢慢的开口说道，南风之前给七主坦白的事情没有错，消息很准确，风氏和南氏一族如今在流放地过得很艰难，而且他们两族当年的女子都不在了，还有和南风差不多大的男子，但身体都不太好，他们最后的希望就是南风一人。皇太女的父亲确实和他们有些关联，我想南风一是想扶持皇太女上位，直接救出她为数不多的族人，二是进七主的后院，想要七主将来给他生下风氏和南氏的血脉。苏月瑶看着自己的肚子，她就这么容易生孩子吗？
万一生完这胎不能生了，他们不是希望都落空了？无语加无语。其他人也一言难尽地看着苏月瑶。妻主能生也不是个事儿，外面那些人都盯着妻主的肚子呀。还有，妻主，南方有几个州府受到了雨灾，不是很严重，但是外面在传女皇失德的消息，是南风在背后推波助澜。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昨日他见了我说南方水灾很严重，还想让我去治理，真是没安好心。妻主，他不是没安好心，他是给妻主送功劳来了。只要妻主去一趟南方，水患不费力就治理好了。妻主要是不相信，过2日，裴策军和桓策军，你们应该也会得到消息。星辰，你的意思是想要让我和南风合作？妻主想就合作，不想就不合作。南风如今能选择的人很少，光妻主现在怀了双胎，已经赢了，所以是他着急求妻主。南风如今不足为惧，勉强算是给妻主添点花吧。妻主不想要，拔了就是了。南风的家族以前几乎统领整个西边的势力，如今大部分都是在谢家和女皇手里。如果南氏和风氏族人成功被救出来，南风的身份泄露，他们应该能聚拢西边一半的势力吧。南边桓策军的势力加上裴策军的财力，所以南边以后可以是妻主安全退守之地。东边和北边赤沙阁分布是最多的，而且东边崔策军应该势力更大一些，所以这样看来，妻主以后不用担心任何事情。还有荀策军，不说说你的江湖势力还瞒着呢？其他人突然都看向荀浩轩，苏月瑶眼睛睁得很大，卧槽，荀浩轩不会也有马甲吧？妻主，我有错，我不是故意隐瞒的。荀浩轩立马跪到了苏月瑶的面前，说道：“你起来，起来呀！你不想说挺好的，挺好的，说了我压力大。”妻主，我其实没有什么势力，不如星辰的。你确实不如我。当初妻主遇刺的时候，第一时间没有出手，是怕被人发现。星辰我没有，当时我和妍希提前离开了村子，我临时有事并没有回凤都，而是回了山门。等我回来的时候，才知道妻主遇刺的消息。来说说你的山门。直接被炸出来的荀浩轩，桓妍希看着此时的荀浩轩，顿时心里暗喜。好在成亲的第一天，他第一时间告诉妻主他的身份，不然现在跪在地上的也有他了。他真是太聪明了。父亲说的，真诚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说的太对了。妻主，我小时候因为骨骼惊奇，又是闲不住的性子，偶然间拜了七星山门的门主为师，学成之后四处游历。前2年我师父去世，我继任了七星山门门主。七星山门不是他们知道那个吧？苏月瑶不关注江湖的事情，所以并不知道，下意识地问旁边的杨千寻：“芊芊，七星山门很厉害吗？”杨千寻还没有回答，星辰就继续说道：“记住，不是厉害不厉害的问题，而是江湖上武学世家几乎都是以七星山门为首。听说七星山门在凤兰国东南西北4处都有山门，具体在哪儿，赤沙阁没有查出来。”妻主，七星山门听着很厉害，其实就是江湖正派势力，武学世家喜欢聚集起来探讨武学的。哼，荀策军说的如此脱俗，不知前2年天连山庄私修邪术，残害武林中人，被发现时只1夜之间就被七星山门给灭了，100号人呢，这还比不上赤沙阁。也确实，赤沙阁是暗地的杀手组织，七星门可是正道组织。妻主，你别听星辰乱说，那个天连山庄修的邪术太毒，特别是稀释人的内力，所以七星门才出手的。浩轩呐，你说说，你有这么大的势力，进我的后院当个策军，实在是委屈你了。要不，妻主，你这是不要我了吗？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可是亲自去接的亲，娶的我，和我拜过天地的。苏月瑶看着荀浩轩跪在地上可怜兮兮的语气，这是灭了100多号的山门门主，有点儿。其他人看着荀浩轩如此，顿时撇开双眼，不想看。他们确实没有想到荀浩轩会是这七星门的门主，真是一点都没有发现，藏得太深了。西主，桓策军的势力你应该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所以你今后想如何就如何，不要有太大压力，我们都能护着你。之前出现问题是大意了，南方的事情你要是不想和他合作，直接拒绝就是了。星辰话落后，其他人都看向桓妍希，他们好奇呀。桓妍希之前屏退其他人，
单独告诉妻主，但是他们不知道了呀。环妍希立马跪到了苏月瑶的面前。妻主，我可是成亲当天就已经告知我的身份，你不能迁怒啊。还有，妻主，以后药材上也别仔细，我都没有想到2位陆策军的药材生意做得这么好，整个凤鸾国大部分的药材都是你们提供的吧？怪不得药老愿意销售陆大策军医术，原来除了我开口，还有你们的药材引诱着药老。记住，我们没有隐瞒的意思，而是觉得就是生意上的事情不值得一提。妻主，你不要生我和大哥的气了，生意上的事我之前想说的，只是妻主你不爱听。你们都起来吧，这本来也是你们的私事，不说也是应该的。妻主，都起来坐下。妻主，你都知道我们的势力了，以后你不要怕，我们护着你。他现在确实不怕外面那些人了，他倒是怕他们要是不满意了，直接把苏府给灭了。我都知道了，我想自己出去走走，你们都散了吧。我去看看妻主。主君妻主不会不要我们吧？不会，阿瑶娶了你们就不会抛弃你们，但是我发现你们都藏得挺深的。他成最差的了，连玉琪都比他有钱，和其他人更是比不过。之后这些人还都要叫他主君。阿瑶啊，不只是你有压力，我也有啊。主君，我们只是怕妻主知道就不娶我们了。这事情刚刚阿瑶并没有怪你们的意思，所以不用再提了，最起码以后阿瑶更安全了。主君放心，妻主身边我们都安排了人，保证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就这样吧，都散了吧。